面租房子的阿姨把我车给撞了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去这个修车的这个 AS 中心，然后去把车修一下。太倒霉了。这样租车的方式就是为了避免名下有太多的财产，因为财产越多，像韩国的话，这边它财产跟它的这个所交的税收啊，还有它的这个国民健康保险呀，以及很多的福利是这个挂钩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有这种的租车的方式。还有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韩国有全税房，全税房的话呢，也是属于这种的方式啊。
1个星期，前面得换。然后这边就是一般的话，韩国租车的话都会有给你一个雷车卡，就是再给你租一辆车，租的这个车费呢也不需要我们负担，他们就给负担了。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啊。走吧，现在我们要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然后我还回去做饭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下午呢还要直播，这个是特别好的，而且这次天气还行，前段时间不是阴雨上了吗？现在还可以，我们现在先过去吧，好吧？过去之后在前面打车，要不然在前面打车的话还得转一圈。他们问我们家怎么吃饭，我们家就在这个小店里买菜，然后吃饭。这个话真的是没有时间做饭，每天都特别忙。这个，你好，又是这样，一个还补一个。哎，我喜欢吃这个，又可以吃这个。然后，这个米纳里也要。对，米纳里都是对。韩国真的这个非常方便，他们做菜不像咱们中国一样，他们都需要煎炒烹炸。但韩国做菜基本上韩国的家户基本上都是这些菜，比较方便，比较简单，也不用每天做饭。但是每天说像我做饭又比较慢，但是每天做饭的话，我可能得花3到4个小时。这3到4个小时，我能做很多工作。来，좀 계산해 주실래요？这个的话是大概是20多块钱，这个耳麦也要4,000원这个24块钱。4,000원, 미나리 과자 하시면 一个 그러면 현금 드릴게요. 여기 쿠폰 있어요. 给他现金的话可以给优惠。现在又给安又交了学费。修完车是走着过来的，然后正好走到这里买点东西，一般都会在这里买一些汤什么的。但是这边的话，今天没有安又能喝的汤，然后还有比较辣的，我爸爸妈妈也不太能喝辣的。哎，咱们的伞呢？生活比较方便的就是不用每天做菜做饭，每天做菜做饭的话真的很耗费精力的。像我们这种职场女性，然后我还兼职很多工作。真的没有时间去研究做饭。很多人说我不会做饭，其实说实话，我要想做的话，我基本上都能做出来，就是没有时间，时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。我真的很佩服中国的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做饭的妈妈，觉得他们真的非常辛苦，每天能做那么多可口的饭菜。那像我的话，我肯定做不到。以前的时候，我妈也是上班，然后后来她就自己做生意，她真的就是没有时间给我做饭。我以前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的啥东西啊！以前跟我姥姥一块吃饭，那我姥姥的话，每次我们就吃河西饭，然后喝我们那边的粥，然后我姥姥就是会炒个辣椒炒肉，基本上就是吃这些东西。像以前你们说的什么又是什么，什么糖醋肉啊，什么松鼠桂鱼啊，这些东西只能在饭店里吃过，根本就没有吃过。人嘛，就是普普通通的一般的生活。如果要是真的是想要每天都吃得很好的话，那真的是要有一个专门的厨师。所以现在也已经适应了这种的生活，每天比较简单。韩国人他们好像，我觉得他们对吃的要求不是特别高，但他们对穿的还有外貌、服装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些，和咱们中国人正好完全相反。咱们中国人比较重视饮食吧，民以食为天，但韩国人他们就是这个比较注重外貌，所以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这种的习惯和风俗，所以我们只能尊重别的国家。很多人说韩国只吃泡菜什么的哈，其实韩国好吃的蛮多的，但是呢，一直在这边的话也会有烦的时候。那烦的时候呢，我就有的时候就去中国餐厅点几样中国菜，然后呢和朋友聚一聚。但是说实话，现在我身边的每个人都特别忙，也没有时间聚会什么的，
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每天和学生们在一起，也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幸福。希望呢我能就是把咱们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语言，传播的更多，然后向他们多讲一些中国的故事。就是作为一位这个汉语老师，我能做的就是讲好中国故事，然后呢做好中韩之间的一座桥梁。现在呢，我把韩国的留学生送到中国，让他们去留学，把中国的学生介绍到这边来，让他们有更多的实习机会。这个学好怎么样去教汉语，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贡献吧，对中韩之间的一点小小贡献哈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